This Palm tree. okay. This Palm tree. 就这个地方我大歇了，8条。这个就是主路啦。OK。马哈本，大家好 ，Welcome to 卡尔巴拉，欢迎来到卡尔巴拉。我现在走的这里呢，是卡尔巴拉的城市主干道。这座城市是我目前到过的所有伊拉克城市当中最干净的一座。整座城市非常整洁，道路中央的这片绿地非常漂亮。傍晚的时候呢，很多当地人会坐在这里聊天。可以看出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都是新建的。你看，这里很多建筑都在施工中。那边还有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配有过街的廊桥。整座城市的建设相当的不错。城市中种满了椰树，这其实不是椰树啊，是椰枣树。你看，这上面长了很多椰枣。在这里逛的时候呢，有一种在东南亚的错觉。卡尔巴拉也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城，地位仅次于麦加、麦地那以及纳杰夫。而且卡尔巴拉还是伊拉克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从这座城市的建设就可以看出。不过这座城市的经济收入主要是来自朝圣的信徒，因为这里有2座圣陵。整座城市划分为宗教中心和住宅区。宗教中心呢是以这2座圣陵为核心的旧城区，而住宅区则在新城区。城市内有超过100所的清真寺和23间宗教学校，所以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宗教城市。和之前去过的纳杰夫其实差不多。我之所以来这里呢，主要是为了去巴比伦小镇。作为4大文明古国的古巴比伦，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当然是巴别塔和空中花园了。虽然这2个建筑都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能去古巴比伦遗址看看也是不虚此行了。这期视频就带大家看看卡尔巴拉的这2座圣陵，并且探索一下传说中的古巴比伦文明。另外，在视频的最后给大家整理了一份交通攻略，希望会对大家有所帮助。这里是伊玛目侯赛因的清真寺，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也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第4大圣寺，仅次于纳杰夫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伊玛目侯赛因其实就是伊玛目阿里的儿子。这座清真寺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被毁，现在看到的这里呢是后来修复的。可以看出圣陵的建筑也都是用金砖垒砌的，建设的非常豪华。距离侯赛因清真寺不远就是阿巴斯清真寺，这是阿布法德尔阿巴斯的圣陵。阿巴斯其实就是伊玛目侯赛因的弟弟，是伊玛目阿里的另一个儿子。2兄弟是同时在卡尔巴拉遇害的。什叶派穆斯林认为他们2兄弟都是殉教者，所以每年都有大量的信徒来这里朝圣。我来的时候呢，正好碰到在这里举行一个仪式，现场的氛围感觉还是挺严肃的。来卡尔巴拉除了参观这2座清真寺外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巴比伦小镇。巴比伦小镇其实并不是在卡尔巴拉，而是在希拉，距离卡尔巴拉有1个小时的车程。
但是呢，由于希腊的住宿很不方便，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去看的地方，所以呢，我就选择来卡尔巴拉，顺便看一下这2座圣陵。我现在呢，就是在从卡尔巴拉去巴比伦的路上，这一路上可以看到成片的椰枣树林，感觉真的很像是在东南亚。到达巴比伦遗址的时候呢，首先看到的是伊什塔尔门，这是古巴比伦城最为宏伟的城门。但是呢，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呢是仿制品，而且是缩小版，原版目前是在德国的帕加马博物馆，被德国人切割成块后一块一块偷走的。Original Nabucodonosor, I think 600 BC. Location no here inside. This is new building. Yes. Okay. But this part and this part now in Germany. In Germany now. Yes, the German took piece by piece in 1899. Okay. Okay. They stole. This stone, yes, always stone. Yeah. Hector, the god is for love and beauty and war and peace. 我们现在看到的遗址啊，其实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公元前1800年的古巴比伦遗址，是在遗址的最底层。第二个阶段是公元前600年的新巴比伦，是在古巴比伦的遗址上修建的。第3个阶段是萨达姆时期修复的更新的巴比伦城。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基本上是萨达姆时期修复的。为什么说是修复呢？因为并没有把之前的城墙全部拆除，而是直接在旧城墙上面修建的。当你在参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的砖块啊，明显能看出年代相差甚远。上面的砖块是萨达姆时期新建的，而下面的砖是公元前600年前的，也就是2600年前的。Please, this old. This is old, this is new. Yes. That's Saddam here. 啊，哇哦，上面还有那个阿拉伯文字。This in Chinese, Ichin. 沥青，这个应该是老的，这边的就是应该是新的。Please. This is time for the king. For the king？ Yes, this. 哦，耶，好像好多楔形文字。看来 ，OK， 这可以看出很多楔形文字上面。Not original. No, this is original. Oh, original, yeah. That's one not original. Yeah, that is new one. 没想到2600多年前的砖居然保存得这么完好，管理员还让我拿了一块拍照呢。这个真的是2600年前的文物，上面还刻有当时的楔形文字。这几块是专门给游客拍照用的，但是其他的是不能乱动的。9 layers, 7, 5 between bamboo reed mat for earthquake. 哦 And this uniform. 哦，这个是以前的，你看上面都有楔形文字，这个真的就是以前的。哇，This is how many years? 600 BC. 2600 years old. 嗯 Take this camera and this for my friend, and you hold it. ，OK。 Give it there. 那你看一下，这上面就有楔形文字。这个不是我要拿的，是他让我拿的。他说可以拿，这是以前的文字，真正就是以前的。 Want to go close? OK Okay. OK。OK Thank you. You want this gift? Open the back. Thank you. 在城墙上还能看到很多保存完好的蛇龙浮雕。蛇龙的形象啊，是巴比伦的象征，混合了各种动物的特征。它的头、颈部和身躯被蛇鳞覆盖，舌头像蛇一样分叉，头部长角，颈部细长，前脚有明显的猫科动物的特征，后脚则像鹰的爪子。它的尾巴细长，末端是蝎子尾巴的蝎针。对于蛇龙的来历啊，有各种说法。有的人认为这是某种真实动物的描绘，但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神话动物，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传说中的龙。另外啊，这些浮雕在以前啊都是有颜色的。巴比伦人把不容易处理的粘土塑形、灌模、浸泡，再用颜料制成的釉彩涂抹在砖上，然后放到炉子里面进行烧制，
最终将这些砖块贴成彩色的浮雕。这种艺术呢，对后来的波斯文明也有极大的影响。现在看到的这里是曾被泥沙埋在地下的宫殿遗址，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就开始发掘了，但是后来因为战争爆发，这里就停下来了。现在这里是荒草丛生，破败不堪，与远处的萨达姆行宫形成鲜明的对比，感觉像是两个时空的对话。这里是南宫的遗址，基本上是一片新建筑群，这也是在原来建筑的遗址上修复的，下面的古城墙还是保留了下来，可以看出通往宫殿的城墙建造的像迷宫一样，据说这是出于安全考量，当被敌人入侵时，入侵者在里面很容易迷路，这个时候呢，高处的士兵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攻击了。这里呢是巴比伦著名的游行大街，这是巴比伦的圣道，是供信仰马杜克的人使用的。马杜克呢是巴比伦的主神，被尊为万王之王。在当时啊，每逢盛大的节日或者新年，纯金打造的半人半兽的马杜克的神像就会从这里经过。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当年的场景。Red granite original, red carpet now, love and respect and welcome. This lower a blue, like this. Yes. A blue. Yes. Sky and happiness. This white. Or peace. This white. Back there. 走过游行大道，可以看到一座脚踩敌人的雄狮，这是古巴比伦城的护城神兽。据说啊，当年这里曾经有120座石狮，但是如今只剩下这一座了，在这里坚守了2600多年。Take the photo round. OK， 这个就是巴比伦的狮子了。OK， 那这个就是巴比伦的狮子了。下面是一个人，把人给扑倒了。从这个方向能看到吧？那边有太阳啊。从这个方向能看到啊。这巴比伦的狮子把人给扑倒了。这个地方其实有损毁，可以看出它后来有修补，损毁的还是蛮严重的。你看这个地方也是后来修补的，能看出它修补的模样。这个时候有好多人在这里观看。How are you? I'm fine. Where are you from? I come from China. China. Yeah. Welcome to Iraq.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o take a picture. OK OK。至于巴比伦著名的空中花园和巴别塔，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连具体的位置在哪里都无法确认。入口处看到的这幅示意图上的空中花园，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遗址的所在，更多的是后人凭借想象绘制出来的。但是不论怎样，古巴比伦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Where is the Great Garden? Hanging garden number 7. Number 7. 15 stamp this warehouse. Okay. Maybe number 4. Number 4. Yes, hanging garden beside river. 22 Babylon Tower. Now Okay. just made this before. This. Now just foundation. Destroyed. 6 throne hall. Number 6 died Alexander the Great. 600 BC. 600 BC. But old Babylonian lower. Yeah, in downstairs. Yes. Okay. 1792, the famous King Hammurabi. Okay. Lower 20 meter small village. The name village called Ingurra, the gate of God. OK。虽然在这里看到的只是新巴比伦的遗址，但考古发掘工作并没有结束，大部分遗迹仍然被埋在地下等待发掘。相信不久的将来，古巴比伦文明将会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Look this upper Yes. gate here. Another gate front. OK， 这个建 Behind 筑 that. 这个楼的门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在更远的门是在后面，就那个蓝色的门，然后直接通上这里面来的。现在这里在施工，不知道是应该是很多新建的吧？你看这里都是新建的。ونست هسه
Okay. Okay. Yeah, we go up. I want to close. 参观完古巴比伦遗址之后呢，我去了一座叫辛迪亚的小镇，这是一座在幼发拉底河旁的小镇，河边是小镇最为热闹的地方，有很多餐馆、茶馆以及烧烤摊。晚上的时候来这里坐一坐还是很不错的，看着幼发拉底河发发呆。看看晚上的岸边，这是河边当地人的生活。还可以体验当地人玩的棋牌游戏，这是一种需要和队友配合的游戏，很有意思。因为卡尔巴拉是伊拉克的第2大圣城，所以交通呢还是非常方便的。车库就在圣林的附近，不论去北方还是去南方，都是可以在这里坐车。去纳杰夫的小巴车价格是3500迪纳尔，去巴格达的小巴车价格是5000迪纳尔。如果要去巴比伦的话，建议包车，包车的价格是3万迪纳尔往返。由于卡尔巴拉主要的访客是朝圣者，所以这里的酒店大部分都集中在2座圣林的附近，也就是老城区。便宜的酒店大概价格是在25000至35000迪纳尔之间。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不要在盛大的节日期间来这里，一是因为比较难找到酒店入住，另外呢就是出于安全考量了，因为伊拉克历史上多次恐怖袭击都是爆发在宗教节日期间，就在2019年这里还发生过踩踏事件呢。所以啊，如果你们不是真正的穆斯林的话，就不要凑这种热闹。以上呢就是我在卡尔巴拉和巴比伦旅行整理的攻略了。视频的最后呢，提醒一下大家啊，由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它并不是真正的旅游区，所以呢来这里旅游一定要遵守当地的宗教习俗。行，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那咱们下期见吧，拜拜。